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做一个挑战。大家都说中国的东西便宜，中国的物价低。今天呢，我的手里有20块钱，刚好我的手里有20块人民币。我想挑战用这20块钱过一天，用这20块钱吃一天的3顿饭，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，用这20块钱解决，看看能过成什么样子吧。现在是早上9点半，我早上上了1节课，上完课准备一下就到9点半这个时间了。拿着我今天要用的20块钱出门。其实在我家附近有很多早餐店，吃早餐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。看，在我对面就有一家早餐店了，但现在已经是9点半了，所以吃早餐的人很少，很多人都已经吃完早餐上班去了。老板娘还有炒面吗？要一份。打包。在这里吃。好的。炒面。看哦。包子一般是1块5或者2块钱一个。茶叶蛋。没碟子。快卖完了是吧？差不多了。炒面。炒面是最受欢迎的早餐。谢谢。送你5块了哈。一份炒面4块钱，我给了他10块，他找我6块。大家看，我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吃早餐？在一棵花树下吃早餐，是不是特别浪漫呢？那边也有粉红色的花，感觉到春天快要来了。刚刚我也说了，中国人很重视早餐这顿饭，因为我们觉得早餐是一天中的开始，要吃得好，吃得饱。那中国的早餐呢，其实非常丰富，在中国你可以选择的早餐很多，比方说包子、粥、炒面、炒饭、饺子、豆浆、油条等等等等，说不完，真的说不完。如果你在中国生活过，你应该知道中国的早餐真的很丰富多样。哇塞，我的炒面，这一份炒面花了4块钱人民币，它里面有一点鸡蛋呐，还有胡萝卜、洋葱，还有它的量真的很大很多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我吃不完。还有火腿，我真的很喜欢吃炒面，但是大家知道，好吃的东西往往卡路里就不低，而且这么大一份，我觉得我吃不完。观众先吃，来一口吧。好大风，风在陪我吃早餐。4个字，人间美味。其实呢，我早餐是不吃的，我一般不吃早餐，早餐我是跳过的。
但是今天给大家拍视频，所以买了一份早餐给大家看一下中国的早餐。因为中国的早餐大部分是碳水，那如果早上吃了这么多碳水，就很容易晕碳，就吃完以后就感觉很困很累，没有精力工作了，所以我一般是不吃早餐的。在你们的国家，早餐文化是怎么样的呢？你们一般吃什么当早餐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洒水车，不知不觉到中午了，我又出来了。今天的炒面吃的真的很饱，其实我吃不下一个炒面，但是为了不浪费食物，我把它吃了，所以我吃撑了。那中午呢，就吃的简单一点吧，去买一份特色小吃，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，但也是在广东梅州的特色小吃，客家特色小吃。现在我过马路，前面哥哥牵着弟弟，好有爱哦。这条街有很多饭馆，这一排都是饭馆。这个是小炒菜的，这个是蒸饭，荷叶蒸饭，还有吃粥的。快餐店，这边的生活气息很浓。你好，我要一份芋头，豆角，还有这个竹笋，还少一个呢？多少钱一个四个位打包就8.5块，这里吃就8块。这里吃8块啊？可以放4个。可以放4个，3个是多少钱？没有3个啊，4个打包8.5块对吗？那打包吧。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啊。酸菜吧，酸菜。好的。大家好，现在到家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午餐，还热着呢，出去一趟真的挺累的。它的名字呢叫捆板，它是客家菜，客家小吃，这个可以当早饭、午饭、晚饭吃，都可以吃，而且它不油腻，很清爽，搭配也非常的营养均衡。老板是客家人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应该挺正宗的。这个是酸菜馅，里面有酸菜，这种菜是经过发酵的，咸咸酸酸的。然后里面有肉，还有这个面皮，我觉得营养非常的均衡，蔬菜、肉、蛋白质和脂肪，还有这个是碳水，是非常健康的午餐。
到晚上了，现在是晚上6点半，我现在还有7.5块，只剩下7.5块了。吃点啥呢？我想起了一家面包店，我们城市的面包店，出了我们城市就找不到的面包店。今天就吃面包吧，他们家的面包又便宜又好吃，性价比极高。就在这里，就是这家面包店，它在这里开了有超过30年了，我觉得。这是我们本地的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。如果你来到我的城市中山，我猜80%的人都会知道它。这面包店好大，里面有很多人在排队。现在呢，我坐在面包店的外面，我买了一个香肠包，还有一盒酸奶。这个香肠包比较特别，它的面包皮是黑色的，它是芝士墨鱼香肠包，4.5块，牛奶是3.5块，一共花了8块钱，多花了5毛钱。芝士墨鱼香肠包是不是很特别呢？它的面包皮是黑色的，它比一般的香肠包要贵，但是我想应该非常值得。而且它是新鲜出炉的，现在还烫着呢。趁热来吃一口吧。我觉得这次上次小的，上次吃的小，新鲜出炉的就是不一样，好香啊！面包很松软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餐啦。今天一天3顿饭，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，一共花了20块5毛，多花了5毛钱。大家觉得在中国生活一天都在外面吃20块5毛吃这样的东西，性价比怎么样呢？值不值呢？在你们的国家，一天3顿饭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呢？留言告诉我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哦，拜拜。爱吃。